偏沉则随，双重则滞。每见数年纯功不能运化者，率兹为人治。双重之病未悟耳。欲避此病，须知阴阳。年即是走，走即是年。阴不离阳，阳不离阴，阴阳相济。方未懂尽，懂尽后愈练愈精。莫使揣摩，见志从心所欲。本是舍己从人，多误舍近求远。所谓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学者不可不详辨焉，是谓论。师父，我最近一直卡在一件事，不是我没练，也不是我没下功夫。站桩我站，走架我走，推手我也一样照练。可我越练，心里越有一种说不出的闷。有时候我一个人练拳，觉得自己动得还算顺，手也圆，步也稳，气也像有下来一点。可是一碰到人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别人手一来，我不是顶住，就是乱掉。不是肩膀先硬，就是胯先死。明明知道太极不是硬碰硬，可真的一有压力，我身上就像有个东西自己缩起来，然后整个人卡住。那种感觉很怪，好像不是我不想松，而是我根本松不开。我有时候会怀疑，是不是我还不够熟，是不是我拳架还不够正，还是我根本连太极的门都还没摸到。我也听过人家讲什么虚实、阴阳化、静听静、可听归听。真的一上手，那些话常常一下就散了。我脑子里知道不要顶，可身体却偏偏最会顶。我知道要听，可一有压力，先出来的不是听，而是怕。所以我今天想把这件事问明白，到底为什么有些人练了很多年，一出手还是僵？到底我这种一遇到力就卡住的毛病，病根在哪里？古人说的双重，是不是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？你今天这个问题算是问到门边了。很多人学拳最大的麻烦不是懒，不是笨，也不是不肯吃苦，真正麻烦的是他练来练去，始终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。有些人练了3年，错3年；有些人练了10年，错10年。年头越久，错得越熟，最后还以为那就是功夫。你刚刚说一个人练时觉得还好，一搭手就僵，这种人多得很。为什么？因为平常没人碰你时，你只是照着自己想象中的顺去动，那个顺多半还是自己觉得顺，不是真顺。一旦外力进来，真相就露出来了。你里头其实没有路，没路人才会顶，没路人才会僵，没路人才会一遇，压就死。古人把这种病叫做双重，不是随便说说的。什么叫双重？白话讲，就是你身上有2个东西在同时抢，该虚的不虚，该实的不实，该松的不松，该沉的不沉。想进又怕，想退又舍不得，想化又忍不住要顶。看起来是一个身体，其实里面2股意思打成一团。你不是在用太极，你是在用矛盾。所以双重不是只讲手，不是只讲脚，也不是单单说一边重一边轻那么简单。双重说到底是你整个人不会分阴阳，不会分虚实，不会分主次，不会分先后。你想想看，一扇门若两边都死死撑住，它还转得动吗？一辆车若4个轮子都各走各的，它还走得顺吗？一个人若上面想松，下面却暗暗顶，心里想静，意念却急住迎，嘴上说要化，手里却早就把人家扛住了。那你说，这不是双重，是什么？所以古人一开口就讲，要避这个病，须知阴阳相济。这句话很多人一看就把它看悬了，其实一点都不悬。阴阳相济就是你身上要有分寸，要有转换，要有彼此相生的路。上有上之清灵，下有下之稳重，外有外之舒展，
内有内之收敛。前去时，后面要能撑；后退时，前面不能散；左转时，右边要能照应；画人来历时，自己中间那根不能丢，这才叫相继。不是一味软，也不是一味硬，不是贪，也不是扛，是你里头有一个活活泼泼的转化。很多人最容易犯的错，就是把松练成塌，把沉练成死，把柔练成软。那不是太极，那只是没力气。真正的松是松而不散，真正的沉是沉而不滞，真正的柔是柔里有鼓，有转机，有回音。你一搭手就要明白对方的力从哪里来，重心落在哪里，哪里满哪里空，它是直冲还是浮在上头。它看似重，其实有没有虚根；它看似快，里面是不是急。而你自己也要同时知道，我现在肩有没有先抬，肘有没有偷撑，胸口有没有一紧，胯有没有锁，脚下有没有踩死，丹田有没有还在中间。这就叫听进。听进不是用耳朵听，是你全身有没有醒。对方一碰，你不是先反应，而是先知道。先知道才有可能不乱，不乱才有可能转，能转才谈得上话。所以懂进不是你会背全论，懂进是你身上开始真的分得出来，哪里多了，哪里少了，哪里硬了，哪里浮了，哪里抢了，哪里过了。这个东西没有捷径，只能靠一个字，磨。莫使揣摩就是磨，不是瞎想，是在每一次接手，每一次走架，每一次站着不动时，去照见自己身上那一点点不对。比如你出手时，肩衣先抬，劲就断；你想画时，腰没转，只剩手在画圈，那也是假画。你嘴上说沉丹田，可一有压力，气就冲胸，脸就紧，眼就急，那说明你根本还没沉住。你步子一换，脚底先慌，那不是对方厉害，是你自己。眉根这些地方全是最近的功夫，可惜很多人最爱犯一个老病，舍近求远。眼前这一点肩肘胯膝脚的毛病他不查，当下这一念怕输怕倒怕被人压的心他不看，每次一接手就顶得习气他不改，反而整天问怎么开人督，怎么发整劲，怎么以意行气，怎么从心所欲。你连脚底都还没站清，还谈什么千里路？你连一搭手先将这件事都还没照见，还谈什么高境界？所以古人才说，本是舍己从人，多务舍近求远。这一句也是太极里最难的一句。舍己从人，很多人一听就误会了，以为是叫你放弃自己，跟着对方跑。错了，那不是从人，那叫被人牵住鼻子走。舍己是舍掉你那个妄动的自己，舍掉你想抢、想顶、想证明、想赢的那一股先出头的意思。不是把中定舍掉，不是把根舍掉，不是把自己画没，而是把那个将我、应我、急我、怕我先放下。从人也不是讨好对方，而是让自己先顺着事实走。对方力到哪里，你就知道哪里；对方势转到哪里，你就跟到哪里。你不先用自己的成见去赌，不先用自己的蛮劲去抗，你先听，先知，先顺其来，再因其事而转之，这才叫舍己从人。
你看水位什么厉害，不是因为它硬，是因为它不跟你争，一时却能照见地势，顺住形势，最后反而无处不到。太极也是一样，你若心里先有一个我不能输，那你就已经双重了。你若手上一来就想我要把它化掉，你也双重了。你若还没听清楚人家事实是虚，你自己先出手，仍然双重。因为你都不是顺着当下真实在走，你是在顺着自己的妄念在走。所以练拳练到后来，真正要化的不只是对方的力，还有自己的直。自己不松怎么听人？自己不空怎么知人？自己不正怎么转人？你老说一碰到人就卡，其实不只是身体卡，往往是心先卡。心一紧，气就浮；气一浮，肩就起；肩一起，肘就僵；肘一僵，胸背就锁；胸背一锁，腰胯就断；腰胯一断，脚下就空。然后你以为是手的问题，其实整个人早就散成一节一节了。所以学太极的人最重要不是把招式记得多漂亮，而是要把这个双重之病慢慢治掉。今天少顶一分就是进步，今天多听一分就是进步，今天肩能少浮一点，胯能多松一点，心能不急住抢，那都是真功夫。别小看这些微细处，大道不在远处，太极真正的门也不在花巧上，就在你每一次起心动念，每一次受力应力，每一次想要硬扛却又肯放下的那一瞬间，这才是功夫进门的地方。你若真能在这里下功夫，练久了，慢慢就会。有一天对方力来，你不再本能的顶，你身上会自然出现一条路。那时候不是你故意画，而是它自己就转开了；不是你刻意找虚实，而是你一碰就知道。这才算懂进，懂进后才谈得上愈练愈精。愈练愈精，不是招数越来越多，而是毛病越来越少；不是动作越来越花，而是身心越来越纯，到最后从心所欲。不是放纵，而是因为你以精不违背，那个理料全练。到最后不是把自己练得更会迎人，而是把自己练得更不与自己打架。你里头不打架了，外面来什么你都有路。你里头若天天打架，外面还没碰到你，你自己已经先败了。所以这篇话你不要把它只当成拳论，它讲的是拳，其实也在讲人。人一辈子很多苦都是双重，想安静又放不下，想放下又不甘心，想前进又怕失去，想退一步又怕人看清，心里两头拉，阴阳不分，虚实不明。于是整个人终日滞在那里。全是如此，人生也是如此。你若真听懂了，往后练拳不要再急住求高，先把最近的地方看清，肩松了没有，胯活了没有，脚底稳了没有，心是不是又抢了。把这些看清，比你多学3套拳都重要。因为真正的路不在远方，真正的门就在你当下这一身一念一动之中。师父，我今天算是真的听进去了。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卡住是因为还没学到更高的东西，好像只要再多懂一点理论，多听几句口诀，多练几年，自然就会通。可今天听你这样一讲，我才发现我不是不够高，我是没有先把最近的地方看清。我以前总以为双重只是拳架里某种错法，今天才明白它其实是整个人都可能有的病。
手会双重，脚会双重，身会双重，连心也会双重。想画又想扛，想松又不敢松，想顺，人又总忍不住先出自己。原来这些全都在里面，难怪我一搭手就容易僵。不是对方多厉害，而是我自己先乱了。不是别人把我卡住，而是我里头本来就没分清。你说舍己从人，我今天也比较懂了，不是把自己丢掉，而是把那个抢先出头硬要做主的自己先放下，先听，先知，先不乱。原来这才是真正的门。我现在知道往后的功夫不该再一味往远处找了，我要先回来看自己，每一次起手是不是又抢了，每一次受力是不是又顶了，每一次想画时是不是其实心里已经急了。若连这些最近的地方都不肯看清，那我练再久也只是把旧毛病练熟而已。师父，今天这段话我记住了，权不怕慢，权也不怕笨，真正怕的是一直用错，还以为自己在进步。从今天起，我不急着求快，也不急着求高，我先把身上这个双重之病一点一点地找出来，一点一点地磨掉，先让自己不跟自己打架，也许这样才算是真正开始学太极。